大家好，歡迎回到交易之人，打造美股交易的利刃。那麼這個禮拜想跟大家就做一些具體的分析。那麼上面3周3次更新吧，我們都是回光返照。那這次沒有改變，但是我們可看到的是市场將進入一個比較困難的操作，就是震盪模式。為什麼？因為很多資金去到了我們全新的賽道，就是貴金屬和醫藥。後面該怎麼操作，跟大家會具體的分析。那麼 mRNA 下一步怎麼辦？那大家問的比較多。那為什麼10月是一個高位的時間？那麼我們再來換個角度給大家做一個風險的解读。個股方面呢，會跟大家去具體的去做個股的一個計劃和分析。那麼請您今天跟我一起進入今天視頻。我相信很多朋友对大盤最近有一些擔心，但實質上想說的是，我們作為一個非常保守的頻道，那經常被人詬病的，或者說經常被罵的點是提示風險太早。那麼即使是我這麼保守的一個頻道，加上我現在擁有的所有工具上來看，還都沒到那種特別需要害怕或者說特別危險的程度。但是我們想說的是，現在主要的這波大肉，咱们就这上面这波大肉，你應該是吃完了，或者說你在後面吃這種超級輕鬆的行情，對我們來說是比較困難。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後面會跟大家分享我們新的這個賽道是什麼？一個是對於當下美債也好，美國信用的一個懷疑，所以就貴重金屬 XLB 就是材料板塊的強勢。那麼另外一個呢，就是能源，在這個地方能源材料、貴重金屬、比特幣這些所有的美元替代品的一個強勢。那另外一個就是生化，大的生化、小的生化都走得非常強勢。那麼他們其實在這段時間是替代了半導體和人工智能這個賽道，成為了現在我們主要的一個核心賽道。所以如果我們僅僅盯着大盤，或者是盯着什麼呢？盯着人工智能這一塊，你肯定是非常不好做的，因為市場分歧非常大。尤其是我們发现傳產的這個地方的消費，比如說沃爾瑪，大家可以看這裡面其實走的都非常弱。還有很多朋友問這個麥當勞千萬不要等我帶大家，咱們沒問題，因為我做麥當勞做的非常久，我們還是不着急盡量等這些老錢割肉的時候，我們進去狠狠的吃它一口，然後拿着不動那現在的話呢，還沒有到我們非常想要的這麼一個機會。所以整體而言，我想跟大家說的是，整體市場風險其實比較大的，就是這個大在哪兒呢？大在它的輪動越來越快，大在它出現了新的輪動。我們看到我們新的赛道不管是生化也好，還是貴重金屬也好，其實它是有一點過熱了，它可能還会出現這些賽道和傳統的人工智能這個賽道，比如說硬件半導體，它的這麼一個橫跳反復的這麼一個爭奪。而且今年大家可以看到納斯達克小盤在這段時間更強了，但它也沒有完全走好，這個位置上大家就卡在我們這個趨勢線。當然這以後給大家講為什麼這麼畫就卡在我們趨勢線，卡在我們生命線上。所以我們說現在的市場是屬於沒到屍山血海，但也不是高枕無憂，它對我們的交易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對於普通的上班族而言，我認為最好的一個策略仍然是選擇龜縮不動，就不去做過多的交易，持有現在這麼棒的美債的這麼收益率就可以了，短線的這個收益率也很高。那麼对于我們非常頻繁交易的朋友來說，那後面我們會從好幾個方面，比如說我會從貴重金屬、比特幣到我們說 mRNA 禮來默克這些大的醫藥，然後再到半導體做多和做空机會，咱們就細緻的從每一個具體的單子去講了。這裡不存在一個簡單的多空思維，是你是什麼一個多頭，他是一個什麼空頭，特別的幼稚。我們看到的永遠都是一個性價比高的交易機會。所以如果我們非要說風險的話，那麼這個地方為什麼說10月份是一個10月份或者9月中開始我們是一個問題呢？一個是下周會有這個 Jackson Hole 這個利率決議，那麼它還會出現一些震盪會這個出現一些問題。那麼另外一點就是我們說10月左右馬上一些選舉的一些結果很多這些數據就要出來了，那麼各個黨之間的競爭也會變得非常激烈，再加上10月或者9月整體上是一個偏弱的月份，那麼我們在這個地方會看一看這是不是屬於一個節點。那麼從算命角度的出發，很多人就詬病嘛，就是我們上次跟大家用過布拉德利日，或者说用過的什麼木星土星的周期，那麼整個布拉德利日下一個關鍵的時間點其實在10月的初那麼這也是我們需要觀察的一個日期，那就是給大家做這麼一個參考這就是我們對於時間點的這麼一個判斷。好，我們把這個禮拜的幾個關鍵持倉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麼第一個呢，就是這個DX
然後我們再討論一下這幾個生化的板塊。那麼第一個呢，对於黄金來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最近它是出現了一個对於資產定價或者說資產荒也好，或者對市場不信也好的這麼一個投票。所以就是黄金啊、白銀啊、比特幣在這段時間走的都非常強。大家看，这是白银的期貨啊，走得非常強。然後呢，比特幣也是。那麼我們如何去看待呢？那对於不是一個黃金的專門的玩家或投資者來說，我能給大家做的更多的是一個操作方面或者是分析方面的一個輔助。那麼這個黃金呢，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趨勢起來了以後，往往黃金只要不走這種超級的加速，任何產品只要不走超级的加速，它在這裡只要能形成一個盤整，那都是非常強勢的。而且這種大宗商品類的，它一旦起勢，它的走勢會是比較強勁。那麼我們想說，為什麼這段時間，那你該不該在這段時間去接，或者說在這面去做？那我給大家一個分享我的一個交易計劃，就是我們在這兒是做了這個金礦。那金礦是在這個低吸這個位置上做的低吸，它不是這兒沒進，在这個地方進的。那麼80多塊錢進的這個金礦以後呢，我們在向上拉升的過程中進行了一個減倉，以做這個叫降貝塔，降低它的波動率的這麼一個操作。那麼後面如果這個趨勢是夠強啊，那麼這個趨勢夠強的情況下，它會有比較大的震盪啊、下跌呀，來給你進場的機會。那我們用一個比較傻的方法啊，傻人方法做操作，就是你可以用任意2根均線，你可以用5，像我用的5和13，那你也可以用10、20，這樣就不那麼敏感，也可以用3、8，就特別敏感，也可以用什麼呢？一共不要8、21、5、21啊，也可以用其他的任何的一個均線。那麼只要這個均線做這種多頭排列，因為作為大宗商品來說，它在這個地方形成纏繞的概率是比 equity 就是風險資產要少非常多的。大宗商品要不然的話就是形成一個趨勢，它的時間都是比較長，就是它要不然是纏繞也是一種趨勢，纏繞的很長時間之後，它一旦形成这個趨勢，就是這個均線開始打開了，它都往往會走的比這個風險資產股票啊這些要來的什麼呢？來的更加強勁一些。所以我們在這裡面的話，我們就可以跟隨它的這個趨勢，等到它比如說比較大的這個回調，我們每一次都在單獨的一根均線上進行接。比如說你就選5日線接，比如說你認為它非常強，我們每次都在5日線這兒接，那這就是96塊8毛6接。那麼也可以選擇黃色線生命線接，那92塊多接。那麼這是 GDS。 所以我的一個操作計劃就是我看到了資金現在湧入不管是比特幣還是黄金這種替代性資產，那我不認為它短期會結束，我會選擇的是耐心等待更好的交易機会。那麼從比特幣這個角度來說，它跟黃金有一點不同的是，一旦形成起勢，就是這種超多的陽線也好陰線也好的形成起勢之後，那這樣的起勢之後往往都會給出一個平台，這是比特幣一個特點。就比如說大家看這一輪的起勢，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歷過，就23年，還有就更兇猛的一波是什麼呢？就是當年這個20年的那個，就是當它形成了一個快速的起勢以後，它往往都會給一個平台，而這個平台我們也可以選擇不介入。就比如說它形成了一個平台之後，包括大家看這個下跌也是做平台下跌也做平台，然後呢上漲的過程中也是喜歡做平台，所以它在上漲的过程中形成了平台，我们在平台这里做2次介入。那麼什麼叫2次介入呢？就是2次介入這裡我們就可以確定它是一個右側的交易機會，因為你在這個地方所有的均線是多頭向上的，而且它才第一次做平台，你後面那一波它的交易機會遠遠超過在現在這個位置上去做介入，因為你的穩定性會更強，而且我們的損益比更高。最重要的是我們不用在它身上耗非常多的時間和精力，因為對於我們普通投資者，其實真正消耗你的，有的時候大家為什麼沒耐心就是因為你在這個持有倉位它遲遲不動，然後又看別人的倉位漲的時候，你那個時候其實那種難受程度比它遠遠超過被套。就是你可以接受自己不掙錢，也可以接受虧錢，你可以就是賴別人就可以了，但是你最不能接受的
是你不掙錢的同時別人賺錢，所以就是當它橫盤的時候，往往其實是洗盤最有效的一種方式。所以我們耐心的去等待加密貨幣在這個位置上的一個橫盤。所以大家看到加密貨幣也好，黃金也好，它們的走勢其實是有一點不同的，或者說它們的股性其實有一點不同的。所以我們針對加密貨幣和黄金，我是針对從技術和籌碼的角度來說，給大家換一個口味做分析。那麼針對這個大型医藥板塊，我跟大家分享2個我自己的交易的思路。那麼第一個是默克这個位置上呢，其實是非常好的一個催化劑，而且這個催化劑對於2個公司來說，我認為默克這裡可能會更穩一些。這裡形成了一個什麼跳空的缺口，大家注意，所有的這種跳空缺口都不是散戶可以做得出來的，它一定是什麼叫做集合竞價。很多人可能連集合竞價這個概念都不是特別懂啊，就是你如果錢特別多的時候，你在很多的时候日內是像这種默克也好，或者是大部分医药股，它沒有那麼強的流動性，所以它就得靠這種集合競價去 beat 來找到更多的籌碼去操作。那麼這個時候集合競價這個缺口往往可以說是比較強的機構性缺口，所以對於他們来说，我們的合理的操作就像昨天也就是周五的时候，我的交易思路就是等它在日內进行一個拉回，那麼只要這個開盤價向下的低點作為止損沒有跌破，那我們就可以把它預期為一個可交易的機會，而這個交易機會就是向上哪怕打到這個所謂日內的一個高點和你向下這一根陰線或者說這根陽線的這個損益比都能達到2:1以上，那其實就是非常好的一個開倉機會。那麼另外一個呢，就是其實還有禮來其實也是做了個非常漂亮的叫做一個是大幅的拉升，走出了一個橫盤之後在這裡突破，然後突破了之後呢又對突破的位置進行回踩，這裡又形成了多頭排列。那麼如果我們這個地方大家注意，如果我這個地方判斷是錯的，而且市場資金出現了非常大的分歧，有人開始賣的話，我們在向下的止損的空間，像在這個位置1252到這兒只有1223，其實只有對於1250多塊錢的股票來說，我們的止損空間其實非常的小。然後呢，我們向上的空間隨便向上打一打1300、1400的話，都有非常高的損益比。所以像禮來這個位置上，我會找到的是一個非常好的，或者說性價比非常高的交易機會。而且大家別忘了，這裡還有另外的一層交易機會，就是如果在這個位置上它是先震盪上，然後再上去，然後突然間悶下去了，那我們的這個反彈機會又可以在這個趨勢線這兒做一個空頭的一個非常高的一個具有高損益比的交易機會。那麼我們說 MRK 就是默克製藥和禮來 LLY 他們的這個交易思路又有一點不同。那麼我們說醫藥板塊在上周其實是領漲的，和跟黃金、白銀或者說 XLB 吧，咱們說材料板塊是不同的。那麼 XLB 我在這個地方仍然是看一個什麼呢？仍然是看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機會，是因為這裡是出現了非常強的一個橫盤。大家注意 ETF 這個位置上，哪怕是橫盤之後走了什麼小的一個 ABC， 其實你在這個突破說44.6毛4到47也是有比較不錯的肉可以吃的，而且你的損益比是非常高的。所以我們在這個位置上其實看到又是形成了一个，大家看它的持倉其實也是金礦啊，對吧？這是材料板塊，那麼其實這個位置上也是非常強勁的一個突破。所以我們在現在給大家說的是，我們不去盯着 AI 的那些股票，天天盯着 AI 去做，因為現在市場的一個輪動的新方向，從上周咱們從開始回光返照說，我們盯的新賽道是什麼？是雲計算、雲存儲的這個叫做雲搬運也好，雲計算也好，是這麼一個方向。現在又轉向了一個什麼？就是生化板塊和材料板塊的這麼一個強勢。那麼 XBI 也是這樣的，大家可以看到這裡面我們其實可以在這兒做2層的這個防守。那麼這個地方我們說一個非常標準的第3類買點，配合上我們的發大財信號。注意，這不是馬後炮信號啊！大家因為馬後炮信號沒有這麼多都買不在低點的這個錯誤的，或者是相對比較弱的。那麼我們在這裡配合的我們的買點，然後在這裡呢也是找機會進行介入。但是現在而言，大家注意，現在而言它不是一個非常好的介入點，你一定要等到就是短期內我們出現非常大的分歧，因為很多人開始出現利潤了之後他就要賣，那你很多游資啊短線的資金他要開始賣，要做盤整，
那麼後面怎麼叫做盤整呢？就是短期內拿了個炒作的人開始賣出了，那有一些想拿時間長一點的人在這進行接貨，那麼就會出現盤整的這樣的一個走勢。那麼我們就耐心的去等這個盤整的出現，再去介入。如果你是高手的話，你說做到什麼高拋低吸，可能性也不是非常大，但是我們可以等待盤整結束的再突破，會是非常不錯的機會。這一點跟比特幣有一點像。好，針对大家非常關心的 mRNA， 也就是莫德納這種股票，基本面不用去分析了，因為已經分析爛了，一大堆人就現在又變成了從全民 AI 又变了全民免疫的这麼一個狀態，大家都是癌症的這麼一個專家了。當我從另外一個角度跟大家分享的是，這種股票它的第一是流通性差，第二是炒作性非常強，這是一個非常適合炒作的這麼一個話題和這個題材。那麼這樣的股票它想二次走強，它需要的就是時間，往往会出現比較這種強烈的一個洗盤啊，強烈的這麼一個盤整啊和這個拉升。那麼這樣的話，我們說你現在已經有了這根陽線將近170%，你在後面再去介入它的話，大家可以看到每天的這個波動非常大，第二天就跌了20%多。你如果要是那天咱们說這個暴漲的這一天就是周三，你沒有抓住它的機會，或者說我着急，最後收盤附近160-170，你當天就直接被悶下去一大口20-30%，就跟存儲似的，你一下就有大量的這個浮虧然後第二天大家可以看到為什麼這出了一個什麼叫天線嘛，就是你上面的賣壓一下就出來了，一下就有了。所以我們想真正的去做它第二波和它後面的一個交易機會的話，我個人分享的是這個位置上一定會做一個比較強烈的盤整。然後呢，我給大家做了一個簡單的功課，這個功課呢不是非常專業就是我們通過折現現金流也好通過這些信息做了簡單的分析以後那麼給大家參考一個價格，就是說比如說120可能是一個比較合理的一個價值區間，市場其實就定價在這附近。大概這個開盤價其實就是一個精心計算的，不能說騙局，精心計算的一個價格，就是在115到120之間。那麼它對於它如果是拉回的話，它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合理的價格。那麼如果跌破了這根陽線，我們反而要特別小心。為什麼？那說明這裡面有大量的炒作基金，大家可能会得到一些我們不知道的消息，它可能會有一些我們不能理解的問題。那麼市場上它這個地方提前知道消息的也好，炒作的也好，這些資金它會有一些跑路，而且後面沒有長期資金去接，它就在這兒就形成不了支撐。所以我跟大家再說到的第二點是什麼？就是不是在這兒去追，而是等到它的籌碼重新的這個置換，然後在這裡形成盤整，且不能跌破非常重要的這個價格。這個跌破指的是比如收盤價跌破，或者說盤中震盪幾下之後又出現了賣壓，那麼這就是我們要注意的點。所以 mRNA 這個股票現在可能大家又着急了又想衝進去了，那你現在反而不能着急。有的時候一個比較大的肉，像我们這個做 mRNA 的話，這個股票其實很早就提出了，給大家做了基本面，然後我們很多期都在講這個，因為很多朋友都在問嘛，所以持有一個股票其實還是很辛苦的。我相信大家真正拿過來的話，你就會感受到我是為什麼這麼說了。所以那麼這是關於它的。好，再給大家分享幾個我不認為可以關注的交易機會。第一個是這個 Palantir 在這個位置上形成了一個比較小的盤整或者旗形盤整，大家看它是一個非常大的下降趨勢，這裡形成了一個技術分析上的所謂的假跌破，或者說咱說破線翻，在這裡形成了標準的第二類買點之後，而且這跟左邊的中樞的低點非常的類似，也就是在這裡我們形成了一個大家所說的叫做支撐區。這個支撐區是什麼？怎麼來的？大家說不是畫線畫出來的，我們所有的支撐區多少阻力區一定是價格在這個位置上怎麼說呢？在這個位置上測試出來的。那麼怎麼叫測試出來的呢？就是當你的價格來到了像這種支撐區的時候，它到底應該是有什麼樣的一個反應？連續的做測試都沒有跌破了以後，這裡正好是什麼 ER 的這麼一個突破，走出了叫Power Earning Gap Up PEG 的這麼一個走勢。然後呢，我們看上面的話又形成了新的一個盤整。你如果把它當黃金或者說當一個炒作性比較強的產品，那麼這個位置上就是重新整頓籌碼的機會。那麼我們在這個位置上可以在於還是在月期附近，或者說就在生命線附近做一個什麼呢？做這麼一個低吸再做操作。那麼整體上來說 Palantir 在這段時間其實走的還是非常強的，所以這是我現在
觀察池中一個觀察的目標。那麼我在另外一個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觀察池也好，或者持倉也好，我現在看到的是這個能源板塊的股票在這裡走得非常的強勁。那麼我不認為這個趨勢結束，但是我要說的是，短線內它的上漲動能會出現一些走弱。那麼整體上大家可以看到，這裡出現了一些小幅的背馳，這个是 A、B、C 小幅的背馳出来以後，如果你說我就喜歡高拋低吸，我們這裡其實已經到了一個減倉的位置。那麼減倉了以後，我自己是減的有點早啊，對，這裡我的操作其實是減的有一點早了。那麼我們在這個位置上可以在等它回踩我們的生命線的時候做二次低吸的機會。我不認為能源這一波結束，而且我認為能源也好，農產品也好，仍然是有非常大的交易機會。那麼我們說 DBA 這個地方就做這個農產品嘛，那麼上次回踩過，這也測試過了，我們買入這種價格27塊多的這麼一個低點以後，那麼現在的話有了利潤墊，我們就持續的拿着它就好了。那麼現在的話，把它的一個觀察點就從原來的咱們說26塊多直接提到27塊多。我相信很多的觀眾對於這樣的一個產品他可能沒有什麼興趣，因為他覺得這個不夠爆啊，波動不夠大。那另外一波觀眾就是連這樣的產品稍微波動1塊錢，就是連 2%、3%可能就會出現慌張。所以呢，我們的這個分享其實就比較辛苦，就在這裡了。那麼我們再來看看科技板塊的一些個股。好，我們來從半導體第一個開始說，就是我的交易上做的，我博通這個單子做的是空單啊。那博通這個空單呢，想跟大家分享，其實是一個比較硬核的乾貨。那麼就是我們如何去操作一個我們稱為叫次高落定的這麼一個交易方。那我們在這個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啊，是我在這裡是8月17號的9點08，大家可以看這個價格啊。然後呢，我們在這個位置上，大家看就是我們這個裡頭，如果我們來判斷一個走勢的轉折，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呢，你可以用很多種方法，比如說用道氏啊，包括說技術分析啊，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那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分析方法就是我們要見到次高落定，也就是次高的次高。那麼什麼叫次高的次高呢？就是我們在這個位置上先看第一波走勢。那第一波走勢這個位置上，這是一個 A， 這是一個 A， 然後呢這裡是個 B， 然後 C 冒出去了以後，那 C 在這兒出現了一個跳空的缺口，那麼這裡就確定了一個點，就是 C 小於 A 背馳，而且是個小轉大啊，就是一個這麼一個咱們說的就是什麼，就是你可以說叫棄鷹形態，也可以叫棄子形態，然後呢倒行反轉下來的。那麼這裡面就形成了一個就是叫做肌肉記憶。那肌肉記憶在哪兒呢？就記憶在這個位置上會形成一個價格的阻力區。那麼下面到這兒它也有肌肉記憶，它形成所謂的支撐。所以當這個價格其實是做了幾波，這個是做空做了一波，然後呢它反彈了，反彈之後下來之後，大家看這裡形成一個形態，它把底部做了這麼一個突破，然後這兒又出現了，大家看這裡面是第一次的假突破，這裡做了第二次的假突破。那麼2次假突破之後，我們就在更大的級別上就可以確認了什麼？這裡大趨勢就是走壞了以後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們在這個位置上，它的跌破這個趨勢線，跌破咱們說支撐線以後，咱們看這個價格，我的單子啊，在這兒做了一個反抽，我就是非常快進的就沒多少錢，幾塊錢的一個止損做空，然後來到下面的一個跌破，這個沒跌破，這兒又做了一個什麼呢？買回，所以在這兒空，這兒做了一波。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叫次高的落定，那麼整體上就走弱了。那對於博通來說，我們下個交易機會是哪兒呢？一個是在這個位置上，大家可以畫一條線，就大約在360或360附近，它再次形成一個向下摜破的機會，反抽回不去，我們就越貼近這根線，那麼它的損益比就會越高，然後再做向下的這麼一波。因為再向下的話，大家看上面這是套牢的，這兒又套牢了，這個地方有很多盤整，那麼向下的話，你很多買盤它在這個位置上也不會去買，就是因為你不去救這4波人，所以它上面的拋壓是足夠的。也就是說，對於空頭來說，博通的這個咱不說基本面了，基本面比如說包括它債務上發現了債務被降級啊什麼的，這先不說，包括還有說合同上的呀和未來前景不明啊，這些都分析的沒什麼意義，對於我們來說沒意義，更多的是我們去參與它的一個技術上的走勢的操作。因為你分析一大堆有的沒的，中間巨大的一個震盪，你說你出還是不出？然後我們不能每一次都是漲了以後，對吧？跌了以後去 call back，
對吧？去再講自己早跟你說過什麼了，那你真正在操作過程中，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波動其實還是非常大的，所以去尋找確定性比較高的機會。那麼是否去做多呢？短線來說，在我們擁有这樣的套牢盤基礎上，我等待的就是跌破做多的下一個機會了啊。那這是我們說到的博通。那麼整個半導體來說，還有很多朋友問那個嘛，美光還有就是迪王，其實半導體這個存儲的操作難度其實是非常大的。我跟大家分享過，就是我在這裡操作的這個美光，其實我在這是一個小盈利，就是這突破了以後賣出了一半，上面這賣出一半，然後再拉回啊，又走弱了之後又賣平出了一半，所以我們的盈利其實只吃到了一部分啊，而且仓位也不是非常大。那麼整個存儲這個位置上就是一個非常難以判斷的位置了，就是你在這個位置上，你既可以把它理解成什麼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這是一個大的下跌 A， 然後這是 B 的一個反彈，後面還要下跌 C， 也可以把它理解成這一波跌的非常到位了。為什麼這個跌的非常到位以後啊？大家可以看這裡形成了標準的支撐。如果我們是做多為主的話，那我們就直接在生命線做防守，跌破了我們就走。如果你想去以做空為主的話，那麼最好在這個位置上也是跌破了，或者說我們在這裡做 N 型的一個突破。那 N 型突破什麼意思呢？ N 型的突破就是當我們出現了 A、B、C 這樣的話，那在這個買入點是在這兒。這是我們大多數普通投資者都不願意介入的點，因為什麼？他覺得這個是貴高了，但實質上你的損益比在這兒就上來了，因為什麼？你在向上突破的過程中，你的止損是很標準的，你的止損是很近的，你向上隨便突幾下，你的損益比就可以提得非常大。所以說我們在這個位置上，就如果是跌破的話，我會選擇空，在這個765跌破再做啊。那麼這也是另外的一個操作思路了。所以你如果是長期投資者，去長期投資存儲，你還認為說存儲是一個非周期行業，而且非常稀缺的話，也可以，因為你覺得你這麼做對，然後那這個的話，你後面的話要知道成本，就是万一錯了怎麼辦？和如果判斷對的話，大約在什麼位置上要出？這個可能是需要你花一些時間去考慮的。但是比起博通而言，大家可以看到美光這個走勢是比博通要強不少的，這裡沒有特別明顯的這個 B 結束的這麼一個意思。那麼整個半導體呢，我個人認为啊，在這個位置上我盡量少去參與的原因，就是因為它的波動性實在是太大了。一個特別大波動性的股票，或者說一個板塊波動性都非常大，只說明一件事情，它的籌碼是鬆散的，它的操作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們在這段時間，对於半導體來說，我可能選擇的是遠離啊。那麼其他的半導體板塊，而且下禮拜的話，我們會面對英偉達的這麼一個財報。那你問我說這個財報好不好？一定是非常好啊，那沒跑了。但他要回答幾個問題，包括表外債務，包括它的盈利的穩定性，是否有新產品，那就看整個市場如何去評估了。那麼整體來說，我覺得英偉達現在我能看到的是，它現在從走勢方面還是非常強的啊。現在大家看到這是一個大的盤整區突破之後再拉回又做盤整，那麼這裡就是走出了類似於上移性中樞或者擴展性的中樞。那麼這個位置上對於英偉達來說，我並不是特別看空，我認為英偉達這個位置上還可能會有一個向上的機會。最後我們來講一講中概啊，好多朋友就是特別忍不住，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說過好多次是2次拉回，然後呢就忍不住非要在這兒去進，非要幹他媽這個88，最後這個下來又更悶住了嘛。所以你一看他這又給悶住了以後，那我們7088這個位置上，你要說好嗎？也好，你要說不好吧，你得需要耐心了，因為它這個地方有一個問題是什麼呢？就是它的資本開支是比較大的，而且這股風暫時沒有刮到港股。咱們從 A 股上來看，我給大家分享最近 A 股的一個變化，就是 A 股的創新藥的走勢，其實在某種程度上領先了美股一個身位，這一個身位差不多得有5個交易日啊。那現在 A 股還在創新藥，那股民調侃成為耗子藥，對吧？那麼在耗子藥也好，那它現在沒有回到科技板塊，它仍然是在這些傳統板塊和這個科創，那沒有回到這個創新藥啊這些裡晃悠。等什麼時候它能回到更多的資金回到科技板塊的話，那麼整個對於88來說才是一個比較利多的狀態。而且這個陰線啊，在周五這個陰線是比較大的，我們需要更多的去觀察什麼呢？我們需要更多的去觀察它能不能在這個第二個拉回的這个中枢企穩，也就是我們所謂的110到120中間這個區間做
交易。那我們其實的觀察點在這兒，而且是它這一輪2次拉回的企穩點。現在呢，還是不用那麼着急，你這企穩了再說。還有一個點，如果你真的想做爆款的話，現在這個位置上形成了阻力區，那麼它其實在這兒就已經給我們畫好這條線了，就在這兒130，你只要能在這兒形成強力的突破，我們就可以做突破回踩買入，也可以直接突破買入，都是非常好的介入機會。等於说把這個線幫我們畫出來了，市场幫我們測出來了，所以突破買入也可以做，回踩的时候我們去看回踩這塊也可以做。所以88這個地方就是幹一件事情，就是拼耐心。我相信這可能是我們大多數投資者唯一缺乏的。好，最後想說我們的視頻制作不易，大家喜歡的話可以去關注我們的 Twitter， 然後加入我們 Discord。我們的 Discord 有很多免費內容，那麼核心的主要就是付費的服務，就是每天給大家去做研報的解读，然後每一筆的交易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每一筆交易呢，我都有這個復盤，每天的復盤我都会把交易計劃給大家做好。尤其是對於大家来說，我的交易其實更多的是比較死板的啊。那這個死板是什麼呢？就是我只去交易，或者說只去做我自己平時做過功課的，因為這樣的話我才能把風險還有把我們的倉位拿捏好。那好吧，那麼這禮拜更新就到這裡，我們下次再見，拜拜。